好，我們要準備去沖繩了。2026年第一趟旅行。但是2026他的第一趟旅行，我其實2月就已經跟我媽跟我妹去過。哦，我很久沒有出國了。然後這一次呢，升級了蠻多新東西的。一個是這個 Peak Design 新的側背包，這個我們之後應該有機會會再拍影片跟大家介紹。總之這次會把這個帶出去，然後取代我之前的側背包，因為這個容量夠大，可以裝下我這個 Peak Design 的相機的最小的這個 Cube， 就可以再把它放在裡面。之前我是直接拿這個當側背包，但就是偏醜，就是這個掛這邊就是一個 Camera Man 的感覺，實在是有點偏醜，所以就給它再套一層皮，然後它裡面還可以再塞一些就是手機什麼的，所以我覺得這次去測試一下。然後呢，在這邊地板上這邊呢，就是這車區帶到了所有東西，然後這邊就是相機區域，跟之前差不多啦。然後 Go Ultra 應該會賣掉。他本來考慮要捨棄它，這可能是他的最後一趟。他應該是最後一趟任務了，之後回來應該會把它二手出掉。然後電池、麥克風，這就是基本的。還有一個新東西，新的手電筒。我們攝影師一定是隨時都需要做一些補光的，就是這個補得太強烈了吧？它又沒有柔光罩。我們還有這種有沒有橘光之類的，就是比較柔和的顏色。哦，你去海邊可以用，如果深夜了。而且它是有一些防禦的功能的。什麼防禦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丟別人嗎？就是會有一些閃光燈那樣。哎呦哦，等等，這樣自己都會被攻擊到的。所以這一次這個也是新東西。還不錯，之後它這個蠻強的，就是它的光束超猛的，可以直接照到對面大樓。對，還有泛光燈跟遠光燈，就是聚焦跟照廣範圍都可以用到，還蠻不錯。而且它還可以當小夜燈，就是有一個側燈的模式，像這樣，就是晚上睡覺可以當一個小夜燈。下面有磁吸功能，還可以充電，可以幫手機充電。然後這次2026年新規定，一個人只能帶2顆行動電源。所以我這個是手電筒不算，是嗎？應該是不算啦，它是手電筒啊，它就是手電筒啊，它只是可以充電而已，可以幫手機充電的手電筒。下面就是線材類的。那這樣它要帶托運還是要帶？它就是手提上去啊。哦。行動電源也是，所以行動電源這一次一樣是，我之前都是帶2顆啦，然後這次特別就是不再把它帶一個包，因為這個東西也不能放在那個頭上的那個行李箱裡面，它一定要隨身。对，它一定要放在你前面那裡面，所以我就特別再裝一個包把它裝起來，然後再附上一個小小的一個支架，讓我可以在飛機上面看一些影片之類的，或打個電動。然後雖然沖繩很短，只有1個多小時。過去不是2個小時嗎？不是1個多小時嗎？我忘記了。好，反正不重要。總之就是現在新升級這個。Make Force 的包包也是用了10幾年，這是一個屹立不搖不會壞的包。這個蠻好用的，也跟我去出差好幾次了。對，它裡面就是很多可以套線的地方，所以還蠻實用的。但缺點就是它不防火，我覺得之後如果它有出防火版的，我再買。是有點強人所難，大部分的都沒有防火吧？現在很多防火的，就是為了行動電源怕它燒起來，它可以把它套在裡面。我看到超多，它那 FB 只打我廣告。然後這線材類的基本上已經測試無數次了。就是最完美的這個，這是超好用，沒錯，最完美的延長線，比那個方塊型的萬國頭好用。萬國頭就是像這種，這不好用，但我們每次還是會。這個呢，我買了就偏厚。它是好處是它有個內建線，但是缺點就是太重，就是這個東西掛在如果是直牆的話，它有點太重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換。就是如果你會喜歡這種方塊型的話。我個人建議就是越小越輕越好，然後不要有這麼大的，就是它這基本上應該是標配了啦，就是會有一些 Type C 跟 Type A 的孔，然後就這個內建的線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必要。它不是有個殼嗎？它有個殼，但我覺得那殼也沒什麼重要的，所以我沒有要帶。兩個重點，第一個是最好下面這個充電瓦數高一點，就是它內建的瓦數高一點，然後第二個是越輕越好，第三個是最好有2個插頭，就是除了上面這個轉接之外，現在蠻多新的右邊都會有這個2孔的，可以讓你多插一個裝置，這個可以當一個小延長線用了，但我這個就是買太大了，不推薦買100瓦，就是越小越好。最完美的配置就是那個甜甜圈，然後再加上那個对，再加上任意的一個充電頭，這個我推薦給我所有朋友，大家都很滿意。這很好用，還近一點。就是這個麥多多的
PC Home 特價一顆只要300多塊。然後它好的地方是，它有 Type C 跟 Type A， 而且 C 還有就是充筆電也可以。对，之前我會買它最大的原因是它支援那個 Samsung 的快充，支援 Samsung 快充的頭還要早，不是每個頭都支援 Samsung 的快充，然後它超便宜。我出差只要這2個東西就好了。對，如果你有筆電，然後就是基本上這2個就是解決大概80%的功能，然後加上之前買的一些磁吸的線，磁吸線其實不錯啦，就它整理起來是蠻小的，不會這樣子像其他線這樣子散亂亂的。可是我覺得蝸牛好像比較好用，只是它會壞掉而已。蝸牛是什麼？就是你之前淘汰掉伸縮的，伸縮裡面有各個 Type C、Type A 什麼挖溝的。哦，超長，然後是一個蝸牛狀，是一個可以捲起來的設計，但是就是偏大，我個人不喜歡偏大的東西，而且它會壞掉。對，它的那個線會壞掉。然後新的 Samsung 回歸4個 Samsung Tag， 它是什麼 Smart Tag 2。如果你要買，除了 AirTag 有 AirTag 是追蹤最好的，因為 iPhone 使用者夠多。然后如果你是安卓用戶的話呢，剛好就是用 Samsung 手機的話，非常推薦你就買它原廠的 Smart Tag， 因為根據評測來說，它的追蹤能力是僅次於 AirTag 的。然後我之前還有一大堆老鐵牌的各種 Google Tag， 就不要用 Google 了，沒有什麼用。它沒電之後就是不是就不能換了？對，首先第一個是 Google 版本的各種，有很多白牌的啦。然後那些第一個是它的追蹤能力，就本身上來說就是沒有像 Samsung 或者是 Apple 這麼好。然後其次是它的電池續航力非常的短。Smart Tag 這個東西，一個應該可以用1年多才可以換，再換裡面的電池就好。然後老鐵牌的啊，然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白牌的那種 Tag 的話，大概就是2-3個月它就沒電了。可是你基本上你不可能2-3個月都在出國，所以基本上是你每次拿來它就是沒電的狀態。這個東西一次可以用1年多。如果你用它的什麼一般模式的話，如果你用延長電量模式，還可以用更久，好像可以用到2年吧。我其實用超過2年欸。對啊，所以它的電池續航力是挺不錯的，就你不用一直在那邊換。然後你如果是跟我一樣買 Samsung 手機的話，你應該會一直拿到它 Samsung 商城的折價券，然後那個可以疊加。然後你全部東西疊起來的話，這一組我想買下來好像才不到1000塊，一個 Tag 200多塊，所以這個東西還不錯，推薦大家可以買。然後其他的呢，這一次也是有個新東西在這裡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它叫什麼？一個亮亮的傘。對，它是一個很小的銀傘。然後呢，這個是我在買。等一下會介紹到我的那個新的急救包的時候，為了湊免運，然後就想說我沒有銀傘，我很想要試試看銀傘到底有多厲害。剛好去沖繩，又是夏天，非常讚，就來測試一下這一把銀傘。我也來測試一下是不是閃到旁邊的人啊？對，就是旁邊的人很熱，我們應該對會再拍詳細完整的一個評測影片。但是總之這個東西我還蠻期待它會發揮什麼樣的。蠻小把的，就是很輕量啊，是一個輕量化的銀傘，還不錯。然後這些都是舊東西，還有一個新東西就是這個全新的我的急救包。然後呢，這個急救包的特點在哪裡？就是第一個它的那個設計是比較輕量化的，然後其次是它裡面是像這樣子的，它是夾鏈帶的，這很酷。它是防刮材質嗎？是，它就是感覺是尼龍吧這種，但是它不防水，缺點是它外面這層不防水，就是防潑水而已，我覺得。你如果雨太大什麼，應該還是一樣會滲進去。然後它在裡面是完全對完全防水的夾鏈帶。因為我之前就會有個困擾，就是我舊的急救包我會塞一堆藥在裡面，然後你要找的時候你就要在那邊翻那個藥到底在哪裡。現在就不用，就很清楚。你看，然後這可能是我的常備藥，然後這裡可能是一些吉卡哇的 OK 繃，然後加上一些眼藥水，然後什麼碘片啊這種，然後人工皮啊，然後這種就是什麼胃藥啊，然後一些什麼奇怪的腸胃相關的藥，然後最後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止痛藥啊、龍角散啊，然後鼻炎錠啊。原來你都有帶，我也帶了一套，就是很完整啊，就是這個就隨去哪裡都用啊。它還有一個不是可以寫你自己個人資料的？對，它這邊有個人小卡，這個是防水紙，所以你可以寫你的個人資料，就是你的血型什麼。如果它其實是登山用的啊，就是如果你在包包裡放這個，然後人家拿出來的時候，你可以順便看到說，哦，你的狀況是怎麼樣。然後這邊要托運嗎？這不用，是隨身帶着的。然後這個像是它還有一些就是
拉鏈的分隔，然後裡面可能就是我的其他藥，然後這邊可能就是一些什麼體溫計啊，然後壓縮小毛巾、凡士林這種，然後全部就是這樣一包，是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急救包，就是又很顯眼。然後如果你跟我一樣呢，我的包包也是 Pagowork， 它裡面好像有個掛件是可以把它2個掛在一起的，就是它可以放在最上層這邊。它是同一個牌嗎？對，它是同一個牌，就是你看 Pagoworks 同一牌的。哦。當初買這個包其實就有點在考慮這個，後來想想啊，你買還是買好了，不錯，就是設計的很讚。好，大致上就是這樣。還多帶了一個那個 Montbell 的小水壺，買了之後就從來沒有出過，對，就再也用不到。它的封口都還沒有拆，從來沒有用它喝過水。為什麼會買這個？最大原因就是在郵輪上面缺水缺到有點怕了。對，尤其是你第一天還沒有去主餐廳，對，然後沒有主餐廳，沒有酒水方案的時候，想說連個水都沒有，然後想要有一個瓶子都沒得裝水，後來就想說好了，就買一個，這個也很輕，沒什麼重量，有備無患。對，大致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配備，其實跟之前幾次也是差沒有很多啦。這次東西比較少，因為夏天的關係吧。哦，這個盥洗包呢也做了一個小升級，就是這個液體類的已經可以全部取消了。就是如果沒有要托運液體的話，那反正我想說，反正我們有托運的額度就帶着吧。哦，你要介紹你那個上次在機場買的？對，這個很酷。還有，他猶豫了很久要不要買。這個是小毛巾，它是那個鬥牛式的壓縮小毛巾，它有附一個小小的殼，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很棒哎，我們這次去應該有機會用到。對，它可以抽出來，然後就是一個毛巾大小的，然後它還有浴巾大小，但我覺得浴巾大小有點太大了，蠻大的，大概有這樣。對，它大概是就是2個加起來大概這樣的大小。我覺得那樣有點太大了，毛巾大小比較好，因為它的吸水力蠻強。其實如果是男生的話，毛巾大小應該就可以把你全身弄乾了。然後如果你是女生的話，可能才會考慮浴巾。然後還有這個也不錯，它是一樣是鬥牛式的，這個非常多國外的背包客推薦，因為它是特殊材質，它是用來放肥皂的，就你可以把肥皂放在裡面。然後它的特殊點在哪裡呢？就是肥皂你洗完手不是會濕濕的嗎？它是可以透濕，但是那個水又不會滲進去，就是裡面的濕氣可以透出來，然後外面的水不會滲進去，有點像 Gore-Tex 那種感覺。所以如果你手濕，就是你肥皂濕的時候，你不用特別等它乾，你就可以直接把肥皂塞到這個套子裡面。然後這個裡面的肥皂也是有精挑細選的，德國馬賽皂，法國啦。好的，直接講錯，法國馬賽皂，看一下。就是它原本是一個很大顆的，就是对，被我們切碎了。它是一個正方形，就是你想它大概是3倍，我們被我們切成3等份，非常的香，也不能算是香，它是一種特殊的氣味。然後它有非常多的作用，如果你去它的官網就可以看到，他說甚至可以拿來刷牙，然後你可以拿來洗頭，其實跟水晶肥皂的概念有點像，就是洗頭、洗臉、法國人的水晶肥皂。然後甚至有些因為它的那個味道真的蠻特殊的，所以他說你如果家裡有蟲的話，你放在角落還可以防蟲什麼的，這是一個很屌的東西。傳統的馬賽皂。所以如果你是背包客有沒有？然後你不想要帶那種瓶瓶罐罐的什麼洗臉的啊，然後洗身體的啊，那你就可能就是帶個毛巾，帶個肥皂，這樣就解決了。所以是這一次新更新的小東西。好，大致上是這樣，但我還是有一個覺得這個盥洗包呢有點軟爛。那個是上次臨時買的，那個是 Street Coins， 稍微還是有點軟，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盥洗包，就是我的各種小，我就喜歡他們無印良品有大的，你可以去買無印良品大的，就這次去看看有沒有不錯的盥洗，我覺得它的材質應該像類似這種。就是這個太高級了，比較硬一點的布，比較厚一點的布。你知道這種布的一個包包都要1500以上嗎？但是它這個又不會壞，所以我想說這個盥洗包目前還在物色有沒有更好的。
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，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東西。還有這個護照包，再次強調這個小狐狸的，我個人很喜歡，設計的很精良。小缺點啊，你看這個拉鏈的部分有一點波囉波囉了，而且我覺得它有蠻容易髒的。其實就是會有點變暗了。對它其實應該是洗一洗應該可以。可是裡面的設計我非常喜歡，就是有放這個硬幣的地方，然後5張卡的空間，然後這裡面可以插一本護照，這邊也可以再插一本。如果你是家庭的話，而且它很輕薄，就是它是堅固的布的材質，堅挺的，但是不會很厚。一般像做成這樣的都蠻厚的。這邊可以放鈔票，而且這個鈔票的深到很多護照包，它的鈔票可能是，比如像這樣直着插是沒有辦法插完的，所以它這個你橫着插是連日幣這種高的鈔票都可以插到的。你看裡面是超級無敵深的，所以我是連是什麼發票啊什麼全部塞在這裡，就是回飯店再整理就好了。有一個小缺點啊，我覺得這個包包，我覺得它如果後面可以再讓我多一層，可以插那個機票的話更好。或是可以插手，就是它外面這邊是少一個口袋的，就沒有口袋，它只有一個 logo 而已。但是東西全部放在裡面的時候是很安心的，就是非常的堅挺，布也防水，然後不會缺。你覺得這個東西帶着你在身上怎麼丟都沒問題的那種。但是這個真的是有點波囉。對啊，這個也不錯，蠻喜歡的。好，就這樣，準備明天要出發了。好，影片就到這邊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They just blink.